大家，今天就是列举了一些清单，然后班代表选择了其中一项，我们要来完成这项任务。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书签。先决定你想要的书签大小，然后用上次教你的那个缝份的原则，做个4×2的。4×2的书签，然后缝份如果是0.5，那这样就是上下各加1，就要做5×3的，5×3的布几块？2块啊。这样不就跟杯垫一模一样了吗？是吗？这是你想象中的书签的样子吗？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缝法，它这个缝法用比较多布料，但就可以增加厚度。你刚刚说2×4，我们把比较短的那个边乘以4，变成4倍，比想象中还要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样子比它花还更多布料。对啊，然后再来加缝份，还要再加缝份上去。没错。那为什么不干脆用这个？这有什么优点？这个要衬布，这个要衬布吗？你也可以加衬布，会让它变得更硬挺。你要加衬布也可以，但我们可能就是加其中一面就好了，或其中2面，如果你的布比较软的话，然后再来加缝份。我是在做这一次的教案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书签的做法，所以我自己没有试过，这边犯了一个缝份的错误，我自己也没试过，但我看一看就觉得好像蛮有趣的。缝法跟这个差不多，就是里面先缝一个，然后反翻过来，外面再缝一个，然后我们还是要加缝份，所以原本是8就变成9，然后本来是4就变成5，所以我们要剪一个5×9的布料。OK， 然后再加2个2×4的布衬。今天还有一个挑战，就是我们要在书签的上面放一个小小的 tag， 就是缎带，在书本合起来的时候看得到一点点缎带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挑战，还有了解这个折来折去的原理。考虑到还有缎带要伸出来，那这样我要改我的设计了，我只要3×2就好了。3×2。对啊，然后考虑4变成3，考虑一个缎带。对，好，确定哦。决定了。那你的缎带要多长？假设这里是一个2×3了嘛，2吧。好哦。要不然1.5到2。好，1.5。露出来的部分。对，露出来的部分。缎带是要缝进去的，所以代表它里面也有缝份，缝份是0.5，所以要一个2的缎带。噔，但还没完哦。缎带是一个 loop， 从侧面看起来长这样，所以要2倍的长度。答对了。缎带是用什么做的？就缎带本身啊。OK， 所以缎带不用裁。OK。好，我们来剪材料吧。刚讲错了，因为我们要缝上下而已，所以左右不用加缝份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左右本来是8，就是8就好了，不用再加缝份变成9。就是2个分开剪实在是太不可理喻了，所以同一个就好了。所以你现在要剪的应该是3×4。真是抱歉，我没有先做过，但总结以上就是缎带4寸，布衬要3×4，然后花布要4×8，或者是套用这个公式，然后做出你想要的大小。然后刚刚他选择了用浅蓝色的缎带，考虑到第一次挑战这个，多留一点缝份准没错。今天这个书签的做法是从这个频道 Not Just Sewing 上面得到的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 follow 它，超多那种小 project 可以操作。衬布对齐好了，现在我要找一个布垫它。它只是一个内衬的布料，枕头套也可以，床单也可以。在烫布衬的时候不要动，它会滑掉。要长按这样子。然后定型就是等它水汽跟热气散掉，它就会定型。好了，所以现在再烫一次。你不觉得这些步骤很繁琐吗？对我来说，我就觉得很烦。可是你好像做得很起劲。这个还好，最繁琐的是弄那个穿线啊，线卡住了啊。troubleshooting 的时候，大概3到5秒就差不多了。我们等一下要放那个缎带在正中间。等一下，现在有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缝完之后哪几面是在最外面的？是我看得到哪几面？就是现在我看到的嘛。Good question。就是想要让兔子可以出现在那个，但它出现不到最外面。那就要这样子。我可以这样烫吗？然后改一下烫法。就在正中间做个记号，这里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缝了。现在把这个缎带折一半，然后因为我们刚刚有多留0.5寸，所以可以多拿出来一点点，大概多半寸这样子。然后我们用大铜针先把缎带先固定在你刚刚画的记号这边，所以现在缎带跟布料是正面对正面。如果缎带现在也有正面的话，就是正面朝外，然后布料也是正面朝上，这样子来固定，然后就整个这样对折，然后再对折，这样缝在上面跟下面。刚刚说0.5寸的地方，你要画线吗？还是你要对齐下面的那个记号？我觉得这个的问题是我看看哦。什么问题？这个反过来，就完全就是相反的。
就是对折的地方在这里，开口在外面。这个问题很好，你可以想象，等一下我们这边缝死之后，然后要反翻过来 ，OK， 它就会在外面。就会长这样。好，这样懂吗？应该可以。就是这个逻辑。那这里没有完美的对合，然后这里要露出一点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刚刚为了保险起见，你好操作，所以留了比较多缝份。你现在缎带的缝份是1寸，所以有半寸留在外面。等一下会有半寸会被你的缝线吃进去。等一下你会缝在这里，对，所以缎带就会从这里露出来。所以只有这一段会露出来。没错，就是1.5寸，你刚设定。那这一段会不会浪费掉了？他在缝的时候，就是担心你抓不到或者是什么不安的感觉，你不想浪费，你就贴齐，你就有2寸的那个长度也可以。等一下，让我改一下。现在就是对折再对折，你记得吗？就反过来嘛。对，一半然后再一半。第二次折要怎么折都没关系嘛。都一样。都一样。但我想要画线。我觉得画线对你来说有极大的安全感吗？对啊，就是靠那个瞄准的。那为什么不用那个裁缝机上面的那个？可能就是在缝的时候，通常注意力只能专注在那个针打下去的那个位置，所以那个位置有瞄准的会最方便。那你觉得你什么时候可以不用靠这个画线？我不晓得耶。我们使用3，两边也是要回针锁死哦。对 ，OK。针放下来，然后确定那个是你的起始点。你觉得那个多流出来的缎带缝份有差吗？它可以让我看到缎带有没有在这个位置上，但其实可以更短一点。我只是看它有没有在这个位置上。如果看不到缎带，你就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歪掉。对，但它在这里的话，我就知道这里有人，绝对有人在这个下面，我就要按住左边的缎带就好。所以留出来是好的，建议大家留出来。OK。有一点点。针有很多种状态，在布的外面，在布的里面。在这2种状态下都可以随时按回针吗？对啊。都可以哈。好的机器，大厂牌的机器，现在做的比较新的机器，其实好像空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但以前旧版的我用过几种，没有办法空转。那这个不就是旧版的？这是新的啦。这是新版的。OK。再多一针它就打到空气了。对啊，打到空气也无所谓。可以吗？然后按这个，这样就更 secure。你就多来回几次。好。另外一边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缝这一条。好。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好，你要不要练习看旁边的这个线？不用，我觉得新手这样非常有安全感，非常好。可是你不可能永远都有划线。我就会永远都会有划线的。你把那个画笔的连接放在资讯栏。觉得我这个桌子太矮，然后椅子太高，每次缝都是这个姿势，其实没有很好。记得你以前刚上第1堂课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在哪里停下来做回针。真的，我不记得了。你现在都做得很自然，就是要打到底，然后再回3针，再缝1次到底。而且看起来好像打到底的时候，就算你打出外面了也没关系。一点点没关系。只要赶快回头就好了，再打回来。没错，不错哎，感觉好像就是有很多认知已经建构好了，你就觉得好像不成问题。你要剪什么？我要剪它的线头。不用啦，全部藏在里面。不要。哎，本来20分钟可以做完的一个书签，这么古摸，40分钟才做完。你可以考虑把边边角角剪掉，但是完全不会影响到什么东西。你要剪吗？不用。好，那我们就从这个开口把它全部反翻过来。等一下，这样可以翻？可是里面翻还是背面呢？还有啊，再翻一次啊。这么神奇？对啊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4层布料。OK， 我先翻第1层。那要推角角吗？还有啊，里面不是还有我要不要先推好之后再翻第2次？不用啊。很有趣吧？连续翻2次可以翻出图片。对啊。噔噔。哇，好酷啊！是不是很那个日式折纸啊，还是什么折纸艺术，对不对？好酷啊！有点这个大小好棒哦，好像那个。这就是香包了呀。是日本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玉手。我发现我们是不是这边填一些香香的东西进去之后就可以封起来？对，就变香包了。这个缎带这样子，OK 是这样子。在3的情况下，我猜最多2针打在缎带上。你觉得不稳？够吗？OK。好。你要是觉得不稳的话。其实我们可以缝2次，反正我们的缝份留够长，你要吗？我们可以回去再缝。没关系，先这样子好了。对啊，你现在反翻过来还是可以再缝。没关系，就先这样子。不用。确定。倒带。对啊，你可以再玩这个反转。反转再反转。我觉得这个反转会让大家觉得哇，好神奇哦！要翻到另外一边，看到缝份为止。所以要反转3次哦，我转了3次哎。是哈。什么情形？
我不知道， OK， 很神奇哦。你可以在这边再多缝一条线。字形也可以。现在设定是宽度3，长度1.5，还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这样感觉它可以在缎带上打个5次吧，不管它就直接我只缝这一段就好了。当然喽，目的只是固定缎带，对不对？当然喽，而且你不管怎么固定，外面翻出来就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好的，那之字形需要回针吗？可以回针。哎呀，连这个都要画哦，你真的很古摸哎。怎么样啊？把我当掉哎！当掉你就可以再重修了耶。我用非常狠的招式。这个男人太狠了。太狠了。怎样狠？太狠了！你看，我已经不清楚哪一面是正面了，但我缝了超多在这个缎带上。你来回缝哦。对。哇，之字形来回缝。这里看到一个人的个性，就是走保守路线。非常保守派。这个翻来翻去翻成这样，挺酷的，很有趣。但是浪费很多布料啦。如果布料在台湾的价值大概多少？像这个是日式进口布的话，就比较贵。那可能大家会想比较省布料的方式。用旧衬衫也可以做，因为这样有1倍的布料看不见，就是埋在下面。对啊。好了，我把它戳出来了，每个角都弄出来了。可以选择手缝把这个东西缝起来，你也可以选择缝一个口。OK。好啊。在这之前你不觉得不平整吗？OK， 烫一烫。耶，几秒钟？3秒钟。要把它设定回去。你要用大头针固定吗？我不用大头针固定。你可不可以练习不要画线？好，练习不画线。耶。直线缝，然后长度是2.5，宽度是0。OK， 现在因为不画线，所以我只能对齐布的边缘，我对齐在这边有个刻度上面。哇，线要被收走了！救命！重穿一次咯。哦，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了。你的压角压在下面的话，里面是有个机制把东西锁死，所以你的线怎么拉都会拉不动。OK。往上往下都拉不动。所以条线一定要把压角拿起来。对，然后针最好在最高点。有。针移到某个位置之后，突然就没阻力了。在某一个高度以上就可以了。把这个上面的线放在门牙缝里面。你可以缝玉手了耶。可以缝玉手了。退一下布料。刚开始比较厚的时候，你就退一下布料。为什么你的边都留特别大呀？个人风格。安全前质量。我会这样讲，其实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大部分的上车缝制有2种，1/8寸跟1/16寸，大概就是0.1、0.2、0.3这样。我这个大概1/4。你这个对，大概是0.5公分、0.4公分左右。所以我再拉一下，往上动一下针，不好拉。当你觉得有阻力的时候，你就转一下针，有时候会有神奇的瞬间会发生。完成了耶，有比昨天快一点。这个期中考怎么样？期中考给过啊，你给自己打几分？我觉得还不错，比起杯垫呢，都很好。哇，这是一组的，反正你觉得这个线可以往更边缘缝，这也都是，这也都是。对，可是，这好像变成你的一个个人风格。我唯一想到有可能就是会被挑毛病的，应该就是这个还是没有对齐。然后因为你的上车缝比较里面，所以这边也会有一个些微可以打开的地方。如果你很靠近边缘缝的话，就是可以避免这个被折起来的可能。这个2个难易度，1到10分，这个还是比较复杂，这个比较复杂一点，要翻来翻去的。我觉得这个比这个好玩，是有趣的，都不错。好，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喽，谢谢大家收看。重修班好玩吗？拜拜。